吃到饱系列又来啦！这集我们要去桃园探访一家充满诚意的日式烧烤，除了有 A5 和牛等丰富顶级食材，还有各种价位都非常有诚意的肉品与海鲜。但我自己最想推荐给大家的，其实是他们诚意十足的酒水与饮料吧，选择丰富到让人惊艳。我最喜欢这间店的地方，莫过于有许多处理起来比较麻烦的食材都有专人提供代烤服务，换网也寻得很勤。虽然听起来只是基本功，但深得人心的吃到饱，不正是由这些细节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扎实感吗？这也是他们能够长期抓住常客胃口的原因。有兴趣的朋友，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集的内容吧。今天来到桃园的酱汤日式烧肉，那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是受到了店家的邀请。不过等一下呢，我们还是会一如既往的如实呈现，该提醒大家的地方，我们还是会做个提醒。这家店呢，它是火烤2次的形式，一上来就会先给你一个火锅，总共有3个汤你可以选择，分别是海鲜、蛤蜊胡椒跟胡椒。那因为我们朋友有吃过，直接就推荐我们点蛤蜊胡椒。那除此之外呢，一上来他就会先给你一个打卡盘，那打卡盘呢，目前看起来是非常的不错。这个是打卡盘，看起来非常的喜花。其实它是在客人点菜的过程中呢，先上一个给你，怕你太饿。那这里面的内容呢，其实就是它最低价位879里面的客人点单率蛮高的品项，像牛肋条啊、松板猪、猪梅花跟牛五花。那如果呢你是商业午餐，他们还有个商业午餐哦，周1到周4中午，然后价位是689加1层，里面是没有松板猪可以点，可是呢它一样会送你一个打卡盘。那如果你是点最高价位，我就是要吃和牛，那不想要吃这个话呢，也没关系，跟他们俩就 OK 了。这间店的菜单价位总共有4种，分别是879、1089、1289、1357，都要加1层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从879开始吃，告诉大家说这些菜单里面呢有哪些重点是可以点的，然后慢慢把这些价位吃上去给大家看。我们先来烤879，不是牛的部分，这个是松板猪。这个是猪梅花，开吃了，现在撒一点胡椒粉。梅花猪不错它肉质还蛮甜的，而且给的很大片，那厚薄度也蛮刚好的，不会说你拿下去烤的时候一夹就分离，也不会太厚很难咬这样子。再来是松板猪，哦，烤得非常刚好，有一点恰恰，这种样子最好吃了。刚点的这2个呢，我会比较主力选松板猪，它咬下去还脆脆、脆甜脆甜。再下战斧猪排，还有猪小排。烤猪肉啊，我通常都只翻一次啊，让它熟透过来一点的时候，我再翻，然后就把它烤到脆恰恰就可以了。先来吃一口战斧猪排，它肉质还不错，马上就被我扯开来了，很好咬。哦，这一面油脂还蛮丰富的哦，一直滴。这个是猪小排，猪小排跟战斧猪啊都非常的 juicy， 咬下去都是油脂喷发。那我觉得呢，就是看你喜欢吃大块一点还是小块一点，因为其实他们都有那种骨头的边边可以啃，都蛮香的。接下来烤老饕肥肠跟味噌去骨鸡腿，这边我们一丝一丝帮大家试一下鲑鱼腹鳍还有鱼下巴。怎么样？肥肠好吃吗？超好吃，我觉得它卤得很好哦，肥肠对于我们这种不吃牛的人非常的重要。我觉得它重点是外面的皮还蛮脆，然后里面非常够肥，蛮喜欢的。它切的油比一般的厚，所以烤起来呢，那口感还是很而且重点是它那个口味蛮好，卤得很好吃。他们人好好，很勤着换网。我们通常呢都会猪先烤完一批，要换牛的时候再来换网，那他们比我们先受不了了。这鸡腿肉油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吃非常多。刚在烤的时候发现它其实熟的还蛮快的，然后回想刚刚还没烤的样子，它其实把那个鸡肉呢处理的厚薄度蛮均匀、蛮刚好的，所以才可以烤得那么快。它是味噌调味的，所以口味也很好，口感也蛮不错，没有什么鸡腥味。
就吃起来啊，有点像居酒屋的烧鸟那种感觉。不能吃牛的人，你多吃一点。好吃，真的鸡肉我可以接受。哇，真的换的超勤的。我们先来吃一下鲷鱼下巴，还有鲑鱼腹鳍的部分。鲷鱼下巴也是非常的好吃哦，它完全没有什么腥味，我觉得好吃的程度啊，有比腥叶多一点点。鲑鱼腹鳍的部分呢，油脂也是非常的丰富，但是鲑鱼味有点太重，我有点没办法。我们来烤一下879的牛肉部分，牛肋条、牛五花、骰子牛，还有嫩煎。牛五花是重口味的，腌制的很够味。那我觉得呢，你牛五花放下去的时候，眼睛要一直盯着，因为它非常的油。我刚刚已经关很小喽，可是它一下去就是会换柔，大概5秒钟就可以拿起来了。大概下去5秒，然后翻个面，涮个3秒，差不多。你觉得879这个价位牛五花可以吗？可以，我会再加点的。牛肋条也好吃耶，它是属于那种口感比较有的，可是呢也不会让你咬不烂，然后里面油脂香啊非常的丰富。嫩煎牛就稍微比较有口感一点，油脂比较少一点。但如果你是喜欢吃那种有口感啊而没有油脂的话呢，这个会是你的选择。那老人家的牙口你觉得行吗？稍硬一点点，但也不算到非常硬。你妈不行。这骰子牛意外还蛮 juicy 的，我觉得牙口不好的人可以尝试一下的哦。所以你妈是可以吃的，应该可以。所以你妈是戴假牙的人，她会卡缝隙啊，这个你觉得可以？我没有戴过假牙，我不知道。接下来879呢，还有炒虾跟蓝钻虾还没有烤，然后呢，他们有桌边代烤服务，烤之前呢会先帮你剥壳，超级贴心哎。它剥虾的手法好利落，用夹子剥都比我用手剥还要快。有人帮忙烤虾就是开心，零失手，而且呢剥壳也剥好了。那879的海鲜重点有2个，一个是蓝钻虾，一个是炒虾。那我们就先从蓝钻虾开始吃起，肉质很好，鲜甜，但是呢有人烤比自己烤呢还要更好吃100倍。炒虾吃起来啊，虾的甜味更浓厚一些。那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2个都蛮喜欢的，重点是有人烤有人剥，我就喜欢。我刚刚偷偷问店员，他说他喜欢吃炒虾。如果是我自己烤小卷的话，我绝对不会这么细腻的把它分每个部位来烤。879的海鲜呢，还有小卷、凤螺、蛋菜跟扇贝。但我刚刚吃，我觉得蛋菜很好吃因为它的奶油香蒜啊很香。那小卷呢，其实也是蛮鲜的。至于扇贝呢，因为我们常去北海道吃扇贝，所以这个扇贝我吃起来就还好而已。879还有这个节孔贝，它其实是熟的，所以滚起来就可以吃了。又换网，它这也是香蒜奶油的调味，可是我觉得所有的贝类呢，还是就是点蛋菜就好了。接下来是1089的海鲜，下锅的呢是泰国虾。这鲍鱼也是1089里面可以吃得到的，它会帮我们做处理。因为如果呢它没有把壳拿开，然后处理内脏的话呢，放到火上面去烤呢，等一下会爆开来。在1089里面呢，还可以吃到生蚝，这个生蚝是来自于日本广岛的哦，其实真的还蛮大颗的。对，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吃稍微烤过的。趁着东西还在烤，我们赶快来吃一下生鱼片。这个算是蛮特殊的，在烧烤店呢一般比较少能吃到这个品项。那这里面呢，除了鲑鱼是1089能够吃得到的话呢，其他都是上一个等级就能够吃得到的。879就可以吃得到。毕竟是烧烤店啊，我觉得你没有很饿的话，沙西米其实可以跳过。其实吃起来是 OK 的，但是来这里嘛，重点当然是要放在烤肉了。在1089的泰国虾，那泰国虾呢要吃虾头。泰国虾那个虾头够甜就好吃了。好吃，真的蛮甜的。它不算大只，但是头还蛮甜的。
这个鲍鱼呢，烤下去之后就缩水了。我平常其实还蛮喜欢吃的，可是今天呢，这个我觉得我不会再点第2次了。其实服务人员比较不忙的时候呢，你也可以请他代烤其他的肉品，这样子呢就比较不会失手。像比如说，如果你点到和牛啊，自己却烤烂了，这样不是很可惜吗？现在在烤的这个是澳洲 M9 和牛哦，1089就可以吃到这样的东西。这边是1089的薄切牛舌，那牛舌的话呢，它有分薄切跟厚切，厚切要在更高一点的等级才吃得到。它的薄切其实我觉得也蛮厚的。我这把好豪华哦，看起来好像什么烧肉定时一样，非常的漂亮。它这个如果做商业午餐，直接就这一盘应该很厉害，然后再给你一碗白饭就可以对，了。要加星系的米这样子。我现在试牛舌，我刚刚发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哦，菜单上面写葱盐牛舌，可是我完全没有看到上面有葱盐，原来葱盐要去自助区自己取啊。很有弹性，很脆口，这个厚度很棒哎。我们刚刚其实有问过说，你们这个已经算是蛮厚的啊。他说他们其实有改良过，原本是从0.2，然后现在变成0.4，那他们以前的厚切就从0.4变成0.8到1点多这样子，所以等一下我们来试试看厚的。没有1点多，0.8、0.9。这个牛舌如果胃还有容量的话，我会一直点的点上。所以这是你一个甜蜜的价位，1089是个甜蜜的价位。这个是澳洲和牛 M9 五谷牛小排，只要有和牛这2个字啊，它的油脂马上就往上提升了，所以咬起来呢都是特别的软嫩，而且油脂喷发。这个是澳洲和牛 M9 嫩角尖，它比刚刚的小排呢，因为是薄切的，所以感觉呢油脂感没有那么多，可是一样也是很软嫩，很好吃的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嘞？我现在吃进去的是熟成横膈膜，它有腌制，而且加上熟成呢，它那种横膈膜的腥味就没有了。这个也是非常的好吃，我觉得这一盘的东西都可以点起来哦。那如果要拿掉一样，会选哪一样？嫩角尖。怎么好意思帮我们继续烤呢？在那边爱加给塞里。平常都我在烤的你还在那边。再来是伊比利猪梅花跟伊比利猪肋条。伊比利猪啊，就是脆口又鲜甜。那刚刚服务人员跟我们说啊，伊比利猪是唯一一个可以不用烤到全熟的猪肉，然后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甜。我觉得我们2个人啊，一个不吃牛，一个只能吃猪嘛。这个价位还蛮行的，因为这个猪肉我觉得很好吃，那个伊比利猪好甜好甜，那个甜味跟我们黑猪肉甜不太一样。所以到这个价位来说，是一个吃牛跟吃猪的人都会满意的价位。1089的价位呢，还有羊肩排可以吃哦。当有人帮你烤，还有人帮你摆盘的时候，瞬间这个价值就变得不太一样了。真的，而且他们服务人员的那个情绪很稳定，服务非常好，因为我们碰过情绪非常不稳定的，笑容满分。对，你笑什么？我脑中马上浮现一些人。你说是住你家附近的吗？不要讲，不得不说烤得真好啊。可是这个羊呢，羊味非常的重。给喜欢羊味的人参考，那不喜欢羊味的人要避开。我觉得很好吃，很甜，而且那个肉汁是在嘴巴爆开的那一种。这是广岛生蚝，我们请他烤一烤的，然后他还帮我们准备了一个柠檬汁，蛮鲜甜的。可是这个生蚝呢，说真的，因为如果你上桌比较久时间的话，还是建议你要烤到熟会比较好一点。再来进入1289，有生食级干贝可以吃。那1289的重点呢，其实我觉得就是生食级干贝跟厚切牛舌。那因为邱先生不吃牛，所以牛舌我们等一下再烤。这个干贝是生食级的，所以我觉得是可以不用烤到全熟啦。生食级干贝呢也是蛮鲜甜的，但我个人喜欢呢，它外皮再烤的焦脆一点，我可能回锅再烤一下。是1289的厚切牛舌，哇，这个看起来呢，真的是有比刚刚的厚2倍之多啊。
我刚刚夹葱眼要把它卷起来，夹起来非常的难夹，因为有够厚。那我现在放到嘴巴里面，等于是折叠起来再多2倍的厚度，哇，那吃起来完全跟薄切是不同的口感。所以厚切还是有它厉害的威力。太厚了夹不起来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薄切你多放几片在嘴巴里也是一样的道理？所以目前我觉得甜蜜点还是在1089这个价位。接下来是1357价位的重点3样，都是 A5 和牛。现在在上面烤的呢是 A5 和牛雪花，哇！现在下锅的是双酱。这个是 A5 和牛刺身。哇，这真的很快就烤好了。烤一下马上就翻面，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边烤边拍，一定会烤烂掉。对，太快了。好，我刚刚把和牛的双酱、雪花跟刺身都吃完了。这里面呢，我最喜欢的是雪花，毕竟和牛嘛，还是要吃它香甜的油脂。可是对于是一个和牛来讲的话呢，它的油脂还是不够丰沛的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点到这个价位的话呢，对这个和牛的期望值要再降低一点点。不过有些人还蛮不喜欢吃太油的和牛，对，像你阿姨就会觉得，不要那么油，很好，就是给大家自己参考，看自己的喜好。1357这个价位的重点呢，就在于3种和牛。那推荐我们的朋友呢，是说它的甜蜜点还是在1289，因为它吃肉啊比较重于口感，而不是重于油脂的丰富。那所以我还是觉得啊，如果像我自己的喜好的话呢，我还是会直上1357，就是1258跟1289，跟1357，你会选1357？没错。但是整体综合来讲的话呢，我最推哪一个价位，最后再跟大家说。接下来进入甜点时间了，甜点的部分呢，一样会有专人帮忙桌边代烤。那比我们自己弄出来呢，真的是好吃很多，而且摆盘啊，根本就像单点店的等级一样。我刚刚吃的烤麻薯乳酪饼跟棉花糖，里面我觉得最好吃的是烤麻薯，它非常的搞刚就是一片烤麻薯烤之后呢，它还把你卷起来弄成麻薯卷一样。我觉得这些食材虽然不是很贵，可是用心程度很高，我觉得蛮多店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好的服务其实是可以加分很多的。乳酪饼吃起来呢，它就是稍微有点咸甜，像是咸奶油烤饼那样。烤棉花糖就是普通的棉花糖，可是它竟然可以把它烤到外酥内化，这是我没有吃过有人烤这么厉害的。这银耳汤，我觉得在饭后来一碗还蛮解腻的，有个淡淡的蜜香。这个奶酪呢，竟然吃起来有北海道生乳感，带着一点点的咸味。那紫米椰香紫米呢？椰香紫米呢，我觉得是大家饭后呢要盛点的，因为它非常的扎实，这个也太饱口了吧。这家店前不久才刚改装完毕，那改装之后最厉害的重点呢，就是这个自助酒水区。看到机器呢，就觉得非常的熟悉，就是我们去住日本温泉旅馆啊，它的自助晚餐会看到那种酒水的机器。那有时候那个晚餐呢，你还要再另外加价才可以喝到酒水嘛。而在这里，不管你点任何价位，都可以无限畅饮，真的是超厉害。这一套根本就是直接从日本搬过来的嘛！你看哦，像这个啊是阿萨希的生啤酒，我们最喜欢的，喝起来超甜。然后它比较特别的呢，还有阿萨希的深黑。再来这个呢，它是制冰机，你要切换冰水啊，或是冰块都可以。不是冰块加水的也有。这一台是月桂冠清酒的温酒机。这一台是 Highball， 喜欢喝酒的人呢，他就会从生啤酒一直喝到 Highball， 哇，那就会喝得很开心。但是呢，千万不要自己开车了，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哦。这边还有一台很炫炮、很夜店风的调酒机，上面有非常多的口味，然后它酒精程度是几趴，里面有什么东西，它都写得非常清楚。喝到后来呢，你5%、7%、5%、7%，喝到后面几趴都不知道，不知不觉就喝超多，这是妹子酒吗？除了他们的酒水区很厉害之外呢，不喝酒的人也可以在这里喝得很开心，因为他们呢，除了有一般店里面都可以看到的可乐机啊、沙瓦机、咖啡机之外呢，最厉害就是中间这3台。
是手摇饮机，听说已经是桃园区这里的标配了。可是对我们住在淡水人来说呢，看到这个机器真的是稀奇到不行。那接下来呢，厉害的是这一台，它是冷萃咖啡机。那它到底厉害在哪里呢？就是说，一般啊，我们咖啡泡出来都是热的嘛，那你如果再去加冰块，它整个比例啊、香味就都不对了。我们刚刚喝过了哦。哇，它是冷萃的，然后下来呢，香味非常的足够，而且喝起来很顺口。我觉得比一般的，不要说超商，比一般咖啡连锁店都还要好喝。这一台很厉害，你要有高级的饭店、5星的饭店才会有这一台。这一台是老虎堂的黑糖奶茶，非常的香浓，但是呢，甜度也是比较甜。可是它是那一种黑糖的甜，不是不好喝的甜。那我觉得蚂蚁人应该会很爱。这几台饮料机呢，我觉得这一台最棒。它就算是摆在超商去卖，我也是会常常跑回去回购的那一种味道。部分也非常的精彩。他们家的冰淇淋呢，有莫凡比跟哈根达斯，光莫凡比的口味就有10种，而且我看了一下呢，觉得他们家的口味都是大家会很喜欢的那一种。哇，还有双淇淋机，但是如果要我选的话，我还是选莫凡比。这边是哈根达斯，我觉得吃冰淇淋有很多人都会赞说，我就是喜欢吃哪一派的。可是在这边呢，你就不用选择，你2种都可以吃得到。这边是火锅料的自助区，然后还有酱料吧。我们等一下稍微回去吃一下火锅吧。这 AI 画糖机，它非常厉害哦！你只要扫 QR code， 它就会进入一个网页嘛，然后你就可以从里面呢选择文字啊，或者是图片，或是你自己有喜欢的照片想要上传，它都可以帮你印出来哦。你看。像这里面呢，就可以有很多卡通图案可以选，那小朋友呢就会非常的喜欢，超酷了。他正在画，可是我好像选了一个太难的图案了，所以画起来呢没有那么像。所以大家在选择图案的时候呢，应该是越简单越好。我们糖画做好了，你看，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出那个 logo 的轮廓啦，对不对？我们回去小孩看到影片一定会哇哇叫，为什么没有带他们来？他们要上学。哦，我好想喝哦，等一下给你开车好不好？在调酒的过程中呢，就跟 bartender 一样的嗨，还会配音乐，超好笑的。这是一支搅拌棒，但其实它也是一根吸管，非常的贴心，是为了有涂口红的女生而设计的。这样子我们在喝饮料的时候呢，就不会把唇印留在杯子上啦。月桂冠，我们也来尝试一下好了。我要先从哪一个喝起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发现你还蛮能喝的。好，最爱的生啤酒先来。那是我最爱的。拿得太晚了，我们刚刚拍得太认真，应该吃肉的时候就要配上去才对啊。来试一下调酒，我还蛮好奇它的味道。用小吸管好喝吗？这一杯我可以直接喝光光，真的就是那种。你不说你会不知道的那种。这个是热过的月桂冠，其实这样子拿起来还蛮烫的啊，因为我们这个火炉都已经熄掉了，冷气还蛮冷的，喝一下暖暖身子。难怪那么多人喜欢热清酒，真的是热的比冷的好喝非常的多我们吃饱啦，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讲一下用餐的规则。它这边用餐的时间呢是120分钟，点餐时间是100分钟，也就是说你用餐结束的前20分钟你就要停止点餐了。那每次点餐的间隔呢是8分钟。像我们今天是2个人用餐，一次就可以点10道。那用餐的人数越多呢，你可以点的道数就会越多。再来是小孩的用餐标准，未满90公分免费，90到110公分的话是100元的清洁费。那110到140公分呢是半价，那140公分以上就是成人价咯。这锅汤的汤底还蛮好喝，那我觉得这个火锅存在的意义呢，就是你可以补足一些蔬菜的部分，也可以在你烤肉的空窗期呢，帮你填一下肚子。用餐的话可以加入他们家的欧卡会员，你就可以带一支雪糕回家，而且这雪糕呢是日本限定的口味。那如果你是当月寿星的话呢，还可以额外得到10点，这样当餐就可以折抵100块。你用餐呢满100，它就会送1点，那你可以根据里面的兑换规则呢，可以去兑换一些品项啊，或者是你用餐可以折抵金额。我们来总结一下，今天用餐呢，整体来说我们是相当满意的，尤其是它的酒水饮料区啊，
非常的丰富，其实还蛮惊喜的。然后呢，今天的用餐过程中，我们有跟大家说什么是我们喜欢可以再加点，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可以稍微避开的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今天我们这样吃下来呢，觉得1089的品项呢就可以吃得非常开心。但如果你是对和牛非常执着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直上1357的价位。那因为我跟先生呢，一个人吃牛，一个人不吃牛。那我在1089这个价位呢，牛的品项已经是相当的不错了。那先生呢，非牛的品项来说的，也是可以选择非常的多，吃得很开心，品质很好。那另外呢，我觉得他们的服务是非常细致的，很勤的换网，然后又有烤虾、烤马吉等等的服务。另外啊，我之前在评论上面看到有人说他们6个人来用餐啊，会觉得时间稍微不够用，吃不饱。但是现在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，因为他现在6人桌呢，就给你2个烤网，然后而且6人的话，他可以点的道数，一次可以点的道数就更多一些，所以应该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。再来呢，就是如果你在尖峰时刻的时候来用餐啊，你可能会遇到上菜比较慢啊，或者是漏单啊之类的问题，或者是说呢，你对肉品不够满意，都不要吝啬，马上跟店家反映，他们都会积极的来做处理。最后呢，我们今天吃下来呢，是真的都还蛮喜欢的。那这家的评价也还蛮高，但是它好评坏评当然是都有。建议大家定位的时候呢，可以自行先去看一下 Google 评价，评估一下是不是适合自己，再做决定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，大家拜拜。Sometimes you can't even see what's right in